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作业系统的 Chapter 0哈。那每一年呢，一开始一定会跟大家讲重申一下作业系统这门课的重要性啊。那为什么作业系统非常非常的重要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脑的运作啊，对不对？它就是分成上面的程式、下面的硬体，还有中间的作业系统啊。作业系统嘞是3个绝对不可或缺的部分啊。那所以嘞，基本上在你这个在学了作业系统之后嘞，你就可以对于上面的这些应用程式软体，怎么样使用电脑这件事情，还有对于下面怎么样去管理硬体资源，还有如果今天有新的硬体的 device 出来，怎么样子运用到，透过它建立一个适合它的系统，电脑系统出来，都是靠作业系统。所以作业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连接上面跟下面的那个部分。同时呢，也是我个人认为最能够代表资工系的课程之一，就是核心课程，而且它是非常能够代表的。因为上面可能你会需要很多的 domain knowledge 啊，甚至数学系的人，他们的这些演算法的概念，甚至比我们资工系的学生都还强，对不对？还不一定是我们资工系的最强的这个强项之一。那如果你往下看这些硬体的部分，哇 ，Double E 的比我们学的更扎实，对不对？它对于这些硬体的设计、这些运作、物理的部分，比我们资工系又更熟悉一些。但唯独作业系统，它就在中间，也就是资工系扮演的角色啊，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子透过软体去控制硬体，让使用者来用电脑。这个部分，这 supposedly 就是资工系的强项了所以说，如果你作业系统学不好，那你要怎么打赢别人，对不对？你是资工系的学生，那当然作业系统这一块要非常的扎实才对。好，那这是以非常积极的角度了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到作业系统的重要性而且这个像我学这个当初我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啊，作业系统就是我最喜欢一门课因为学完之后，你就对于整个电脑的运作真的就比较了解了简单来讲，就像是你在写程式，大一、大二大家都写很多程式作业嘛，动不动就碰到 segmentation fault， 对不对 ？crash 那可能大家不在乎，在一个概念就是有 bug 要修一修那可是为什么会有 segmentation fault？ 你看到一个 error message， 你 compile 它不会过，它跳出一堆的 printout message， 这些都是你的 hint 跟线索来去解决问题，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作业系统，你就会比人家吃亏，就不知道怎么问题出在哪里。上完作业系统，就会更清楚原来是因为我们电脑作业系统在做这些事情，你没按照它的这些规定做，所以它会出现这些 error那所以我的程式要怎么去修改顿时你就更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讯息了怎么样去写出更好的程式。那你往下看呢？今天我们买了一个这个 device， 说 SSD 啊，对不对？或者说 hard disk， 我插上去之后，我们会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formatting， 对不对？format 完，它才可以开始存资料。为什么要做 formatting， 对不对？formatting 这个去 format 这个档这个 storage device， 这个就是在作业系统在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你就会知道了所以并不是一个硬体，然后接上去插了电，会动了。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你会发现，你要去使用它的话，必须要透过作业系统。所以，作业系统其实完全掌控了怎么样子这些 device 怎么被使用的这个很关键的部分所以你也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说 hard disk 比较快，那 SSD hard disk 比较慢 ，SSD 反而就会比较快这个作业系统它在控制这些档案摆放的时候的差异在哪里？从这些 concept 作业系统上课的 concept， 你就可以得知一二了所以什么是 formatting？ 我们之后也会讲到所以你就会把整个东西把它给贯通在一起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好，当然各位也可以比较消极的角度资工系嘞3门核心课程algorithm、computer architecture、OS， 大家都知道的那所以大三上非常重要，因为你的 algorithm 跟 OS 都在这边它有多重要嘞？也就是说，各位在学校不管读什么课成绩怎么样子，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当大家再去这个看一个学生有没有学好，有没有学扎实的话，
其实是把这3门课拿出来，真的就是如此，会个别列出来这3堂课的成绩这3堂课的成绩其实就代表了几乎是一切所以如果你作业程式的成绩不好这3堂课的成绩如果不好，其他的课程在表现如何，可能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课也就是成绩不好的，这是你的机会了这个时候赶快把它追上来成绩好的，你一定要去维持住它那对于很多我知道不是资工系 major 的，对不对？想要未来去出国，每一年我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就是需要去国外读研究所然后这个你就会发现必修 OS， 没有 OS 你就不能去申请所以很多因为这个原因来申请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重视的程度有多大所以有很多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需要去有的条件包括你如果未来读了硕士对我们西藏硕士博士，必须要修 OS， 不管你有没有考进来，你考进来之后，你拿到了这个资格，读书的我们入学的资格之后，还必须回头来补这些课，如果你没有修过的话可见它有多么的重要好所以希望大家很深刻的体会希望大家多花点时间，然后很扎实的把这门课给修好好，那我们今天时间还蛮有限的所以只能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 Chapter 0的部分呢是要讲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刚才讲过 OS 其实是个 involve 的过程，它也是不断的在演进，那这些 concept 却从来没变过，所以我们其实会先去讲 mainframe， 就是最早时候的电脑叫 mainframe computer 现在你可能都觉得它是落伍古董，可是我们就从这开始，从这上面你就已经可以看见作业系统的角色了所以我们用这个先来看一下作业系统到底需要哪些非常非常基本的这些功能那也就会变成未来大家上课的那些 chapters那再来呢，我们会介绍这个 computer system architecture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各式各样架构的电脑所以从这个 single core personal 的 computer 到分散式的系统 cluster， 我们会看见一大堆的名词multi core processor 为什么会讲这么多这些各式各样的电脑系统？原因是因为让大家知道，其实有很多的电脑系统的存在那所以当然他们上面的作业系统设计就不太一样了那所以但是大家还是一样，我们只会讲的是核心但是透过这个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认知到底还有哪些系统的存在就算一个简单的一般的 PC， 我们也可以把它兜出来变成一个更大然后更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介绍这些各式各样的系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 background， 所谓的 systems 到底有哪些类型的存在那最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后面有一些什么 real time或很特殊的考量的一些电脑以及它的作业系统，那我们这边就只能用简单的几个 slides 让大家稍微提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些系统的存在所以这个 broad overview 让大家不要只是局限在课本讲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其实你会发现有形形色色的电脑，那你就要 apply 这些 concept， 然后去处理不一样的问题了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会先讲这个 mainframe systems 的部分好，那 mainframe system 它算是最早以前的但是你会看见呢，它的演进，作业系统这边的演进，就从最早期的我们叫做所谓的 batch 但什么 batch 我们当然大家就一一就会介绍所以从 batch 到所谓的 multi programming， 到所谓的 time sharing 那实际上像 time sharing 跟 multi programming 这个就算是今天现今所有的电脑仍然如此，它就是最 fundamental 的 concept， 所以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们就会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去演进这样子的改变，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电脑资源的部分那为什么就会产生出很多 memory 的管理的问题，或是档案系统的问题等等就从这边你就可以看见了好，所以第一个什么是 mainframe systems 呢这就你会发现作业系统先让大家知道作业系统这堂课嘞，有些人还蛮讨厌的，因为你会听到一大堆的名词因为
这是非常基本 fundamental 嘛，所以很多 background 大家可能之前没有，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些名词，所以当然第一次会很生疏，但是这些都是必要的，像读英文你要背单字嘛，所以你其实要知道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这些名词，它代表一些基本的意义，那所以还是需要去把它给记下来的，但不是只要记这个名词，而是要去思考那个名词当初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像 mainframe 就知道这个其实就是电脑系统之一的某一种类型，我们叫做所谓的 mainframe。那 mainframe 呢，最早这个字出来就是在形容最早期时候的电脑。那时候叫 mainframe， 英文的历史就是体积很大，就是这样因为第一代电脑就是体积很大大家第一个看到不会觉得很厉害，只觉得哇怎么那么大，这叫 mainframe那这些电脑你可以想见，当然那是当初的 background 是因为它的技术比较落后嘛，所以它就是必须要做比较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不像现在大家随便就买个手机这些的，对不对？电脑当初出来只有国家等级最尖端的研究才能够使用到或者这些就有很特殊的 purpose， 专门处理某样东西的才会用到这样的电脑这样的设备所以这些 mainframe 的特性呢，就是它体积很大，然后通常它其实它的 I/O device 这些就是很慢那当初是这样那只是计算的 power 比较强，然后它做的事情是非常单一的就是这台电脑就是在管理这家银行的某件事情这台电脑就在做科学运算的模拟，就这样一件事情它就只做，它不是拿来跑大家的游戏这些各式各样，不是这样所以这种的电脑我们就称之为 mainframe那这个 mainframe 的电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会介绍前面，今天应该可以 cover 到前面一两个就从 batch 到这个到最后 time sharing， 就是它在程式怎么样 run 在这个电脑上，当初也是过了好几年的改变大家在想怎么样去设计所谓的 OS， 这个腾出有没有出来我都不确定，但是大家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子把程式跑在这个电脑上，我要怎么样的一个软体系统在里面，就有这个演进的过程那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作为系统的重要性那大家不要笑说mainframe 好像好老这个是不是这是淘汰的东西吗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意义mainframe 当初有它的时空背景，但它的很多意义留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专门在处理某一件事情的机器而且是大量工作的机器，我们仍然叫做它 mainframe所以像现在很多的这些 bank 里面他们用的这些 server 这些伺服器如果你要更精准的说，它就是一个 mainframe那也因为它是特殊做的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然后是专门单一 purpose 的，不是随便可以 access 进去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 mainframe 在设计上它指的就是那些 reliability 特别好，就是不会 fail 的几率比较小的就算电脑有些 component 坏掉，它也不会整个电脑就 crash， 这就叫 mainframe。还有它的 security security 非常重要嘛，所以如果你 break into CIA 或者是这个FBI 总部的电脑，那个就叫 mainframe。那 security 可不是随便可以去 compromise 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设计这样电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种电脑才叫做 mainframe。现今仍然常常存在，而且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就是 mainframe 好。那最早时候的电脑这些 mainframe 它要怎么样把程式 run 在上面呢？大家可以看见是如此的简单跟难以想象也就是最早的时候电脑出来呢，你要写程式不是这样打键盘 keyboard 就好。如果你问系上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他们都还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要打卡我不知道这个大一的介绍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些陈年往事，但是我是没有经历过，但是真的我知道是同时打卡的就是在那边打洞那就是你的程式了然后呢，写程式就是准备写了一大堆的卡片然后把它放到机器那边，然后开始读那个卡片，然后开始做运算，很难想象，但真的是如此那所以呢，你会看见在电脑的input就是这样一堆的卡片。那这个卡片，这个电脑呢，它能够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简单。它一次只能够算一个程式，它只能处理一个程式，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人处理完了，很抱歉，其他人就在那边等，一人一个，慢慢的排队
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叫做 batch。什么叫做 batch 呢？就是指英文的意思就是批次档，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作业系统，你的电脑打开，你仍然像 Microsoft， 仍然会看到什么 batch 档，有没有？有时候会注意到，就是那个开机的程式，它最原始的形式的那些程式就这样，它就是要独占整台电脑，然后做完它，你才能够做下一个，所以是一批一批一批，所以它就叫做 batch 啊。那每一批里面呢，可以看见跟现在的程式仍然是相同的架构啊。对于程式而言，使用者而言，也就是一张卡片说我要开始执行一个程式，所以它可以有 process 的或程式的 ID， 让它可以去认知到它是谁的，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有你的程式嘛。然后呢，会有一个 load 的一张卡片，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的，程式要执行要先 load 到 memory， 对不对？因为 CPU 是读不到硬碟的，它只能够 access memory， 所以 load 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 compile 好之后 load 到 memory 哦，然后呢开始做执行的动作，执行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 output， 或者是使用者要给一些 input， 对不对？那这些 input 就是一样一堆卡片，所以它就会读这些 input 开始做执行哦，就跟现在电脑一样嘛，所以你在 keyboard 上打，当初就是塞一堆卡片，然后最后结束，它可能就 output 另外一张卡片是它的结果哦。所以就跟现在电脑的这个架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作业系统呢，你会发现它是多么的简化，因为它完全没有管理的能力啊，只是要能够用它就好，所以一次就一个档案。那在我们的 memory 里面，我们知道电脑运作很重要的就是 memory 嘛，对不对？那 memory 里面你可以看见，它就切两块，上面那一块就叫做 OS 啊，那一样，因为它要运作，它要管理那些程式嘛，就是统称的 OS。所以当然它本身也是一个程式，所以当然就像我们知道，它需要占用一块 memory 的空间啊。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架构是如此的简单，或者说 OS 的设计是这么的单纯，所以它只把 memory 就是拆成两块，因为也不会有别人嘛，因为执行完你，我就是整个 flush 掉、清掉，换下一个人，所以完全就是把我们的 memory 的空间定死的切成两块，上面一块作业系统，下面一块就是你的 user 的空间，你要怎么用随便你啊。那你用完了啊，我就整个杀掉啊，然后换下一个人来用，这就是 batch 啊。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啊，OK， 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个作业系统这整个处理的过程，使用者要去 submit job， 排卡片的顺序，排错也会 fail 掉哦。然后呢，这个 operator 啊，因为今天如果有很多使用者，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一捆的一叠的卡片给这个电脑管理者，然后电脑管理者要负责决定，谁先谁后，是人哦，是 operator 那个人来说，今天A 同学你先好，然后再 C 再 B 啊，怎么决定？他自己决定的啊，跟电脑设计无关啊，这个也是人来做决定。电脑只做了一件事，或者说 OS 只做了那么一件事，就是在 transfer control， 也就是 OS 执行它的程式的时候，可能会通到 OS 的 code， 然后呢读 input 的，去 user 这边读一读，然后整个做完之后，我就把它清掉，就这样子。所以它只是负责在 transfer 从一个 job 到下一个 job 之间，在那边 initialize， 还有去 clean up， 就这样而已啊。这是最早的作业系统啊。简单来讲就是。什么时候不要做了啊？所以这是 OS 什么时候不需要担心，反正就只有一个人在 run， 这空间都是你的，你爱怎么用，你也没有 security 的问题，因为只有你嘛，所以你有 total control 啊，这是最早期的作业系统了。那这样的作业系统我们就称为叫 batch 的 system 啊，一批啊，这个就是最早的电脑啊。那很明显的，这样的电脑非常的，毕竟是第一代。当然就有非常多缺失，甚至于你可以说是无法容忍。但当时能够用电脑就很幸福了啊，所以就算它慢，就算它很要花很多人力，还是大家可以接受啊。它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缺点，大家一定想一下就可以知道。第一个 ，one job at a time，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这台电脑少说你可以 run 100个，你要 run1000个程式在上面都不是问题。哦，那很多做应用，你就是需要这么多的程式才有办法，对不对？建立出来。但是当时那样的电脑，那样的 OS， 它就是很限制，一次一个 job， 一个程式，就这样啊，所以它是很单纯，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第二个 ，no interaction， 对不对？所以说
你就是丢一堆卡片给他，然后他就吐出一张卡片，就这样子。这中间的过程，你如果忘记塞什么东西，或者执行过程中你想要改变任何事情，抱歉是做不到的啊，他就全部这样读过去而已，所以完全没有 interaction。也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尤其现在的程式都是 interact 的，对不对？尤其一般的手机，你就在那边触控，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 driven by 人的 event， 对。那这些 interaction 在刚刚的电脑你会发现完全做不到，因为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让人来介入，它就只能处理你的程式，就这样 line by line， 很单纯啊。那最后一个也是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问题，当初啊，就是这个电脑很贵哦，你在笑它多慢，当时都是非常贵的东西，可是你却发现它的 CPU 居然都在 idle， 也就是它都在那边没做事情，我们很贵摆在那，就它只是好看而已，根本没在做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 I/O 非常的慢，对不对？因为你看见我要卡片读进去，那个可能是机械式的，所以当然很慢，跟这个电子，对不对？这电机系可能更熟，对不对 ？CPU 计算有多快，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哦，所以变成说我在很多时候在电脑就在那边等着在做 input 跟 output， 那 CPU 因为在等嘛，所以它就在那边 idle， 就浪费掉了，哦。那这个问题，哦。即使在现在的电脑也是一样的啊，对不对？不管这些科技再怎么进步，我们大家还是知道，你手上的手机，它的这个 CPU 的计算的对 frequency， 它的这个每秒钟可以处理 instruction 是非常多的。那 I/O 这边就算现在再怎么去优化，你说触控式啊等等，它的速度还是远慢于 CPU 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仍然存在的啊。所以我们来说 concept。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仍在那里，所以当初当然就想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那现在电脑依然是如此，好，所以可以看见，我们大家会看到就是这一块这个第一个跟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等下会见到的这个 multi programming 那怎么样可以让 CPU 比较 idle？ 怎么样可以让很多的 job 呢？就是你要塞很多的 program 进到这台电脑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等下会讲的下一代的 OS。multi-programming 要解决的问题 ，interaction 指的就是 time sharing 所以我可以让这些程式很快的切换，所以处理你 I/O 的其实是一支程式那这程式如果切换的非常快速的话，使用者就不会有感觉，就会以为，我以为我一直在跟这台电脑在运作，或者说我们可以同时使用这台电脑原因是因为我用了 time sharing 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的概念去 share。这个时间让每一个人误以为他拥有这台电脑那因为人更慢嘛，对不对？人的处理速度当然远不及电脑咯，所以其实电脑可以偷的处理很多人的事情，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可以跟这个电脑在做 interact， 其实还是 step by step 啦好，所以这就是很明显，我们就从这边看到一些问题那我们等到之后下一次必须要等到下一次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 multi-programming 跟 time sharing 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就是要解决这个最基本 fundamental 的问题那你可以发现第一代的 Batch OS 就是什么都不做了所以这边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叫 OS 的这个软体了，但还不需要解决任何